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爸的决定深深打动了我们母女，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与他共同面对。他激动地抱住我们，泪水涌出。好的，好的，我都听你们的，我的挚爱，我的宝贝。夜色中，我和妈妈对视一笑，心中充满了坚定和温暖。午夜钟声敲响，爆竹轰鸣，烟火在夜空中绽放。我们一家三口换上了全新的亲子装，爸爸左手环着妈妈的肩膀，右手紧紧握着我，一同走出小区。保安看着我们，满脸的羡慕。老许又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呢？我抢先答道：叔叔，我爸爸要带我们去夜市逛逛呢。爸爸微笑着点头，像是奖励般的摸摸我的头，然后领着我们快步离开。转瞬间，我们来到了河津水库边。我们三人静静地站在岸边，凝视着波涛汹涌的河水。爸爸的声音带着些许颤抖：亲爱的，我爱你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也爱你，亲爱的。妈妈的声音充满了柔情。听到妈妈的话，爸爸紧紧地将妈妈拥入怀中，深情地吻了她。他们就像是一对恩爱至深的夫妻，彼此的情感在此时此刻达到了顶峰。我踮脚：老爸，我也爱你。老爸停下，亲了亲我的手，牵着我们一步步走下去，声音绝望又甜蜜：老婆，女儿，我真的很爱你们。老婆，我别无选择，不要怪我。入河，水漫过膝盖，最后一刻，老爸哭吼出来：老婆，女儿，不要怪我，一家人要共进退，我们下辈子还做一家人。我跟老妈异口同声：老公，老爸，家人就不必了，再见。我跟老妈合力推老爸，随即火速上岸。水库准时开闸，水势汹涌，砰一声，眨眼的功夫，老爸被卷沉入河。我跟老妈躺在地上，大笑出声。与此同时，天空烟花乍燃，绚丽温暖。笑死！我们母女俩貌美又自强。自杀，只有他娘的懦弱渣男才会选择。3个月前，我回小区拿衣服，发现家门口放了一个快递吸奶器。起初我以为送错了，毕竟家里没小孩，用不着。至于送人，认识的亲戚邻居，他们小孩也都上小学了。可细看，收件人确实是我爸，电话号也对得上。我上网搜了一下，发现这款吸奶器是2行肩型辅助工具。我意识到老爸出轨了，因为老妈是家庭主妇。我上高中以后，老爸让老妈搬进学区房陪读，他们很久没有同房了。我开始留意老爸的手机、电脑、一切社交工具，找到了他出轨的证据。各种扫暖不堪的聊天，巨额转账，节日打卡。原来我上高1那年，他们就已经苟同在一起了。从他们聊天记录里，我发现小三多次暗搓搓教唆我老爸谋害我们母女俩。我毛骨悚然，这么下去，老爸迟早对我们母女俩下手。当即把老爸出轨的事告诉了老妈，老妈很清醒，决定跟老爸离婚。谁知老爸却破产了。原来这几年他花钱包养小三，醉死温柔乡，荒废了事业，破产负债。老爸无法接受自己失败，整天酗酒，甚至打算效仿隔壁村李姓一家喝毒药自杀。出轨小三，破产负债，自己抗压不行，想死就算了，竟然还想拉妻女陪葬。摊上这样的父亲丈夫，真是见鬼。既然老爸一心求死，嘿嘿，那我们母女俩肯定要满足他的愿望。老爸意外落水，我们母女俩当然要报警了。于是通宵嗨玩了1个晚上，
第二天中午准时报警，在第7个水电站找到了浑身肿胀的老爸。警察好心提醒，死者死状不太好，家属请做好心理准备。我跟老妈准备的可好了，戴上墨镜，健步过去，盖上白布，然后开死亡证明，注销户口，拉去火葬场。6个小时之后，老爸就变成了一堆灰。想着大过年的，奶奶和爷爷一定很孤单，于是我们顺丰快递把老爸的骨灰盒寄回乡。闲事处理完毕，我跟老妈打车前往保险公司，按照法定程序拿到了一大笔赔偿。清楚老爸与小三的心思后，我跟老妈就立即为老爸买了一份巨额意外险。如今这笔钱够我们母女俩富足过半辈子了。我跟老妈拿一部分钱投资，一部分存起来，剩下的快活过生活。老爸去世的消息很快在小区传开了，几个关系要好的邻居前来吊唁，很多人不解问，为什么不给老许举办葬礼？老妈一脸沉痛回答，这是老许生前的愿望，他是出了名节俭。笑话，给这种人办丧事，我们母女俩得有多想不开呀！送走人后，我跟老妈拿出烧烤架，到天台悠哉的烤烧烤，配上酒可乐，好不自在。忽然一阵铃声打破了寂静，我跟老妈面面相觑，是死老爸留下的手机。陌生来电显示老狼的女儿，我跟老妈默契对视，屏息按下接听。那头猝然传来不可描述的喘，一瞬间，我们母女俩便知道来电是何人。老妈脸色大变，捂上我的耳朵，好像这样就能保护我。可是我还是听见了，老狼，宝宝好想你啊。老狼，吸奶器到了吗？人家想要了。各种不堪入目的潦草话语传出，老妈气得胸前起伏不定，而我面无表情地听。许是说累了，那头顿了片刻，老狼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赶在老妈砸手机前挂断了电话，空气中令人恶心的声音终于没了。喂，对不起。老妈扑过来抱住我，痛哭。我好像知道老妈为什么道歉。死老爸生前的所有社交昵称都是老狼，而我上初中那年，老爸创立了一家服装店，名叫老狼的女儿。当时老妈感动老爸深爱自己的女儿，我高兴自己被老爸疼爱。如今看来，一切就是笑话。老爸爱的是小三，明目张胆，这对狗男女很早就苟到一起了，从头到尾只有我们母女俩是傻子。一股恨意从心底腾升而起，我去老妈的眼泪。老妈，别为这种事掉眼泪，不值得。我声音冷了1度。如今公的已经死了，母的还活着，我们也该见见这个老狼的女儿了。留着死老爸的手机，等的就是小三出动。毕竟如果小三不出现，死老爸的巨额债务谁来还呢？当晚，我跟老妈模仿死老爸的语气，再三确定没有任何破绽后，给小三发去短信。老妈敷着面膜，哈欠连天。喂啊，这能行吗？老妈，要不你先睡觉吧。我笑，不，我是你老妈，这些事情由我来做。我无奈摇头，再偏头看，老妈已经倒在床上睡着了。老妈是那种神经大条、大大咧咧的人，所以老爸出轨多年，她都没发现。不过，老妈是女儿奴，在丈夫与女儿之间，她果断选择了我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凌晨12点了，对面依旧没任何动静，难不成小三起疑心了？很快，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，一条信息跳出：啧，都要高考了，还有心思捉奸。许薇薇，你真是老狼的好女儿。我心咯噔一跳，小三他识破了。我不信邪，
想再发一条信息，对面又发来：许魏魏，你都不过姐姐的，乖乖当个哑巴，否则姐姐不高兴了，会让老狼碎尸你们母女俩哦。不信就试试吗？随即秒删。我当时火冒三丈，想发信息轰炸，却显示出红色的感叹号，被拉黑了。冷静下来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小三是个狠人，而且警刑很高，难怪是死老爸手机里没有一张他的照片。但有一点我始终想不明白，他为何这么自信我不是死老爸，就好像亲眼目睹我发信息给他一样。我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猜想，难道小三与死老爸在老妈的房间里装了监控？我顿感一阵恶寒，打着电筒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，最终在窗台边的花盆里发现了微型摄像头。我眯眸拍下摄像头型号，果断踩碎它，随后扔进下水道。我拿着摄像头型号上网搜索，终于找到了商家，也找出了死老爸删掉的购买记录。下单时间显示是3个月前，也就是说，在我们母女俩发现他出轨之前。原来3个月前，小三跟老爸就准备对我们母女俩下死手了。如果不是我们母女俩发现的早，恐怕现在早就是2具尸体了。呵，查足别人家庭就算了，还企图谋杀无辜的妻女，这小三当真出众。我一夜不眠。从刚才来看，小三应该还不知道老爸死掉的消息，必须赶紧揪出小三。然而诡异的是，一丁点小三的消息都查不到，就好像他不存在。隔天，我打开手机，发现小三突然解除了黑名单，估计小三以为手机回到了我死老爸的手里。有2条信息发来：老狼，你的女儿知道我的存在了，不能再等下去了，马上动手，今晚子时老地方见，我们商量对策。老地方，我翻出之前的聊天记录，虽然这对够男女很谨慎，但我还是找到了他们偷情的地点。我冷笑：老妈，请几个打手，今晚咱们打小三。入夜，我们一行人进入了夜来香酒店，径直到房号303，连敲3下。死老爸是个3主意，这是他敲门的习惯。果然，门开了。老狼，你来了。请来的几个大哥眨眼的功夫已经把人摁住。我妈大展拳脚，打了许久，一阵哀嚎响起：杀人了，我要报警。是男生。我看去，身穿浴袍的男人被我妈他们压在地上狂打。我暗道不好，我们上当了。与此同时，手机亮起：许魏魏，姐都说了，你玩不过姐的。姐姐是3，但也是个聪明的3。被打的人是酒店服务员，小三让他配合玩游戏，只要说出老狼你来了，就能拿到500块钱。我们跟鼻青脸肿的服务员道歉后，找来经理带我们去查监控。画面里的女人身材高挑，包得严严实实的，根本看不出样子，甚至小三还对着镜头竖中指。我气笑了，小三应该发现摄像头没反应，所以怀疑出了问题，临时变卦。够小三竟然敢设计我们，早晚揪出他。不过我总觉得那双眼睛有些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我跟老妈一脸惆怅下了车，猝然看到爷爷奶奶站在小区门口晃荡。来得这么快，看来他们收到老爸的骨灰盒了。奶奶眼尖看到了我们，风一扬跑过来：林雅婷，还我儿子命来。他这话说的纯粹是诽谤罪。老妈微侧身，我伸腿，然后奶奶狠狠摔了一跤，表情痛苦：林雅婷，你们母女害死了我儿子，现在又要欺负我们二老，简直够不如。爷爷瞪眼，脸色铁青地扶起奶奶，他没注意到奶奶快哭了。哎呦，
老头子，腰闪了！老妈扑哧笑出声来。爸妈，老许他是意外落水身亡，你们怎么可以污蔑是我们母女俩杀了他呀？我附和：是啊，爷爷奶奶，你们污蔑人是要进局子的。正常人得知儿子死，谁会上来就喊儿媳儿孙杀人？明显爷爷奶奶不是正常人，毕竟生出死老爸那个玩意。爷爷愣了一下，随即一副理所应当的语气道：就是你们母女俩杀的，所以才早早火化我们儿子，我们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。他的声音很大，引来了不少人驻足观看。这一幕像极了当年他们把刚生下我的妈妈丢在医院，临走前说：生的不是女娃，我们为什么要照顾你们？往后的几年，这对公婆给足了我们母女俩不公平的对待。呵，自我落地起，爷爷奶奶从来没抱过我。我以一种傻子的眼神看他们。爷爷奶奶，现在是文明社会，你们不会不知道吧？虽然你们是爷爷奶奶，但我们母女俩的命也是命。话落，我拨通了110。爷爷奶奶认为我狐假虎威，于是放肆趴在地上撒泼滚打。越来越多的观众围观，我跟老妈怡然自若。在二老的辱骂、众人的指指点点下，组队打了一局游戏，直到警车到来，爷爷奶奶才怕了。可惜晚了。几分钟后，我们站在警察局，警察问：你们什么事？警察叔叔，爷爷奶奶诽谤我跟妈妈杀了爸爸。不同于爷爷的慌张害怕，奶奶依旧牙尖嘴利。警察同志，他们母女俩嫌疑犯啊，就是他们杀了我儿子。他说的自信，好像掌握了证据。我耸肩：奶奶，孙女都提醒你好几次了，不要乱说话。法治社会要讲证据，不然会让无辜的人被唾沫星子淹死的。闻言，也意识到事情严重型的警察瞪奶奶：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，说什么都要讲证据。奶奶到底是默默晋升。我继续：我爸溺水身亡，为了不打扰亲戚过年，我们选择了火化，合法手续办的。警察在电脑上一查，便清楚了原委，对爷爷奶奶劈头盖脸一通教育。警察转过身问：这件事你们双方和解吧？我摇头：警察叔叔，爷爷奶奶去小区闹事了，坏了我们母女俩的名声，他们要道歉。最后，爷爷奶奶红着脸搀扶站在小区，在警察的目视下毕恭毕敬地跟我们母女俩道歉。看戏的人恍然大悟，慢慢散去。奶奶不甘问：那你们母女俩也不该不让我们二老见老许最后一面啊，太不道德了。奶奶，我们是为你们着想，你二老都要进棺材了，万一身体承受不住，提前死了怎么办？爷爷奶奶气急偏头，一副就要看不然不罢休的表情。我叹气，拿出手机：看吧看吧，满足你们寻死的心。然后爷爷奶奶瞪大眼，喘气，双双晕倒在地。我震惊，有些好奇了，死老爸的死状是什么样子的？真有这么恐怖？爷爷奶奶进了医院，我跟老妈欢快度过一段悠闲时光。当然，我也没放弃救出小三的事。死老爸谨慎，可能安排阿姨定期来打扫卫生，因此找不到任何小三留下的痕迹。我找了这么久，终于在死老爸的窗底下搜出了一个红色发夹，发夹带着一股浓郁香水味，好像某种出了名的品牌。想也不用想，那肯定是小三留下的。我留了个心眼，赶紧毁尸灭迹。老妈担心影响我高考，不再让我管小三的事。可是我不甘心，那可是想要我们母女俩命的女人，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她？这天，最后一节课结束，我背着书包下楼，唐婉带着一些人围住了我。许薇薇，别急着回家呀，
跟姐几个玩玩。我眯眼。唐婉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大姐大，自我出一起，唐婉就总是待人孤立欺凌我。她拿烟头烫伤我，抓弄我。唐婉大我3岁，因为经常打架为纪，所以被留级。说来，早年我胆怯孤僻的性格，一半是唐婉造成的。后来初2，我求助老师，告诉爸妈，他们来学校闹了一番，唐婉才收敛了些。我看了一眼门上的扫把，懒懒抓起。唐婉，想找茬？来呀！唐婉没想到我会反抗，立马变了脸色。哟，几天不见，长大了货！我懒得听他瞎说，疯狂挥动扫把呼过去，重重落在他们身上。婉姐，许薇薇疯了！我冷笑，可不是疯了吗？这几天经历的事情足够逼人疯，否则按照我以往的行子，现在怎么敢反抗？几人被我打得哀嚎，一脸痛苦地跑走。落在后面的唐婉恶狠狠地瞪我一眼，狼狈爬起。我本来想收手，但鼻尖涌入一股熟悉的滋味。我皱了皱眉，这味道怎么跟那个发夹上的香水味一样？想到什么，我疯也似的追上去。原本停在转角阴狠盯我的唐婉脸色一僵，然后我们上演了他逃我追，他插翅难逃。追到小巷，我脱下鞋砸过去，砰的一声，唐婉摔进水坑，淋成一个够。许薇薇，你他妈想干什么？唐婉，你他妈就是出轨我老爸的那个小三！我一个箭步上去，抓住唐婉的头发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唐婉眼珠转溜，脸刷得变红，这是她心虚的表现。但看到她头上的一模一样的发夹时，我心中已经确定了7、8、9。好得很，不承认是吧？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承认。我面无表情地摁唐婉头往水坑里。许薇薇，你想杀死我？来人啊！救命！任他叫，我都没有停下手。当年我把自己被校园欺凌的事告诉了家里，死老爸跑进学校闹事，不知道他私下怎么解决的。但那之后，唐婉再也没来找过我麻烦。他休学了1个学期，再回来时改头换面，一身名牌。如今看来，唐婉应当是那时跟死老爸滚上了床。恶心，好恶心！一想到这，我加大力度。唐婉终于怕了，哭嚎：“我说，许薇薇，我就是你老爸的宝贝呀，你知道吗？你老爸好爱我呀，每天跟我说情话，抱着我睡。许薇薇，你知道吗？每次跟你亲爹做爱时，一想到你的神情，我就很开心。你们母女俩好可怜哦。”唐婉得意地笑，眼泪狂飞。唐婉，你不知廉耻！我一拳砸落去，打落了唐婉1颗牙齿。许薇薇，你生气了？哈哈，我说过，你斗不过我，哈哈！荒唐！亲生父亲出轨霸凌自己女儿的女人，真是年度爆炸！哈哈，够男人与够女人一起，确实天生一对。我在唐婉的身上狂打她脸，唐婉自然反抗，但我不给她机会，风也似的狂扇，打累了我才停下来。唐婉不能死，她还有一堆债要还。唐婉喘气：“许薇薇，你敢打我，我要告诉老狼，让老狼杀了你们母女俩。”我大笑：“哦，看来小三目前还不知道他的老狼了呢。”唐婉被我吓到了，缩成一团，阴狠瞪我。我故意一脸惊恐：“哎呦，不要告诉我爸，求求你了！”嘴上是这样说的，但是我脚上的动作毫不畏惧地落下。唐婉本来上扬的嘴角倏地压了下去。唐婉准备迎接做小三的代价，我头也不回地走掉，任由唐婉鬼哭狼嚎。回到家，我把唐婉是小三的事情告诉了老妈，老妈气得抄起刀，想要杀了唐婉，挖了死老爸的坟。
而我也从老妈那里得知，当年老爸是如何处理唐婉欺凌我的事情。那天，他们跟约见唐婉交谈，聊到一半，老妈去上厕所，回来时，老爸跟唐婉似乎已经协商好了。老妈原本想追究责任的，但只能作罢。甚至临走前，唐婉还跟他们握手言和。这其中的细节不用猜，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得知小三是谁，我妈不再劝我收手，一切听我指挥。1周过去了，唐婉见我再也没找过她麻烦，以为是我怕了那句让老狼收拾你们母女俩的话。这几天又恢复成以往神气得意的样子。今天学校举行节目活动，唐婉穿着亮闪闪的服装上台，经过我身边时顿住，用我们2个人才听到的声音说：“许薇薇，这是你亲爹给我买的哦，羡慕吧？”我抬眸，人畜无害的笑，然后打开嗓音：“对对，唐婉同学，你最有钱了，全校第一富婆。”全场安静，齐刷刷看过来，眼神探究。唐婉没料到我会来这么一出，吓得脸色大变，生怕我会爆出什么来。她逃也似的上台。晚会开始，唐婉在舞台上扭动腰肢，疯狂舞动。她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尤其是对视上我的时候，嘴咧得很大。我对着她弯眸，然后摁下了手机上的录音。原本喜庆的音乐骤然停下。唐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许薇薇，你知道啊，我跟你老爸……全场轰炸，吃瓜的声音响起。什么鬼？唐婉当小三啊？对象还是许薇薇老爸？别太离邪。我记得唐婉以前校园欺凌许薇薇来着呀。他们要是真出轨，太够血了吧？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唐婉不知所措地站在舞台上，眼中还有些错愕。在场的老师和同学看唐婉的眼神变了变。唐婉在学校的为人行事早就不是秘密，但是这么炸裂地爆出来，大家还是头一次见。半晌，唐婉才后知后觉回过神，脸色狰狞下台。我适时捂住眼睛，撩乱头发遮挡眼睛，假哭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我不敢相信，这个世界怎么了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还只是个孩子。许薇薇，关掉，关掉！唐婉抓住我的旗膀，神情癫狂。我大叫：“唐婉同学，你要杀了我！你竟然要杀我！”我正脱开，躲到了班主任后面。所有同学见状，涌上来拉住唐婉。唐婉，那些年你欺负许薇薇还不够吗？如何你还来拆散许薇薇的家？做人不要太恶毒了。呵，她有道德吗？没人品啊！唐婉死不知悔改，硬生生闯出一条路，抬手打我。班主任拦住，打了他一掌。唐婉，这是学校，你要干什么？事情闹大了。其他领导也闻声而来。唐婉起膀一颤，直接哭着跑出去。我捂着脸大哭，像一个被伤透心的女孩。我做错了什么？老天要这么惩罚我们母女俩？薇薇，不是你们的错，是唐婉，是她不知羞耻。众人过来安慰我。班主任一脸心疼。我听到有一个老师说道：“这种败坏学校风气的学生，不配继续学习下去。”我勾唇，嚎得更大声了：“别急，唐婉，这只是开始。”自那天以后，唐婉出轨我老爸的消息在学校传开，他被开除了。唐婉的父母来到学校收拾他的被窝行李，他们把我叫出教室。我本以为是来替唐婉道歉的，没想到迎面口水喷来。你就是那个许薇薇吧？你亲爹管不住他的下半身，出轨我们闺女，你怪我们的乖女儿做什么？要我说，是你娘俩没本事留住她，你们活该，还害我们闺女被退学，几天没回家，你们太恶毒了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唐婉那股叫纵欺凌人的性格像谁了。
我冷冷看去，受害者有罪论，凭什么？话音落，唐婉老妈猛地抬手，想扇我一个巴掌。我本来能躲开，但我没动。啪的一声，原本嘈杂吵闹的课间都瞬间安静了。我被打得侧过了头去，脸颊麻的。阿姨，所以你们家想要我们母女俩死是吗？这时候，有人开始为我打抱不平，陆续跑出教室护住我。喂，你们凭什么打人？人家许薇薇根本没说什么，是你们女儿莫名其妙的自己跑了出去。这年头，小三猖狂就算了，为什么小三家人也这么狂？什么鬼吗？有一个女生开始过来拉我，走，别搭理这两人。我敛去眸子里的寒意，顺势垂下的头，听到隐隐班主任的说话声靠近。我挣脱人，跑到了阳台，一只腿跨出去。不，唐婉一家认为是我们母女俩该死，那我就死好了，满足他们的愿望。唐婉爸妈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，打了我一巴掌，那我就势必要将事情闹大。最后，校长跟班主任站在走廊劝我，消防队也出动了，而唐婉父母脸色灰白，就差跪下来了。到后面，我勉强被劝下来。自然的，警号学生出轨，家长逼受害者女儿跳楼警号，警号小三猖狂，小三父母更猖狂，警号一系列上热搜，惊动了各大平台。唐婉出臭名了，网友的力量下，唐婉夫妇不甘不愿三登门道歉。我有幸见到了离家多的唐婉，唐婉一进门就变了脸，妇女主人的口吻道：“许薇薇，给我倒茶。”说完，唐婉理了理头发，雀跃的好像在等什么人。我扫看了一眼她身上穿的衣服，心中了然。许薇薇，叫你爸过来。唐婉爸妈也跟着神气起来，没有前两次那样卑微。老妈一如既往拿着菜刀跑出来，要将他们赶走。这次我拦住了他：“唐婉，你等一下。”到现在了，这帮人还以为还有人撑腰啊！我上楼捧了一大张相片出来，好心递给唐婉：“诺，我爸在这里。”唐婉瞟了一眼，脸色刷白：“你他妈的神经病！拿恐怖照片吓谁呀？老娘不管那么多了，今天一定要老狼杀了你们母女俩！老狼，老狼，我来了！婉宝贝来，你快出来疼我呀！有人欺负我呀！”唐婉说着，狠狠打掉相片，在房子里大喊大叫。我无语翻白眼，扣了扣耳朵：“唐婉，不好意思哦，你的老狼死了哦，算起来也有1个月了呀。”我朝老妈使眼色，她立即掏出手机，滑到老爸落水身亡的新闻。唐婉不信：“你骗人，骗人！老狼怎么会死？”我叹气，一把捏住他的脖子，往相框贴去。这是老狼的鼻子、嘴巴，好好看一下，担心你认不出。我特意打了这么大的照。老妈举着手机，好心为唐婉爸妈介绍。那对夫妇可没有唐婉能折腾。看到死老爸的死样时，脸色煞白。唐婉终于信了，疯狂摇头：“不可能，老狼，我们说好了，将你们母女俩碎尸后，我们就在一起。他不可能抛弃我。”老狼说他只是出差了，他很快回来的。下一秒，他不由分说推开我，举起相片砸我。我使出吃奶的劲，把他推开。唐婉老妈见状，直接捡起相片的一块碎玻璃扔了过来。我歪头躲开，紧接着就听见唐婉惊呼了一声。唐婉老妈愣了：“婉婉，婉婉！”回头一看，亲女儿捂着脸颊，鲜血顺着手臂一滴一滴地流了下来。唐婉气急攻心，没一会晕倒在地。亲女儿被送进了医院，脸上的伤口有小拇指那么长。唐婉父母都冷着脸，我跟老妈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，开心都写在了脸上。“你们跟着我们做什么？”
唐婉老爸怒气呵斥，我跟老妈冷哼：够眼瞎了吗？谁跟着你？我们是来看自己的爷爷奶奶。然后我们转身推开了病房，身后的唐婉父母脸色难看，跟吃了狗屎一样。爷爷奶奶看到我们母女俩，不悦地偏过头，一脸嫌弃：哼，1个月都没来看我们二老了，现在都要出院了，还来做什么？我耸肩：奶，我们也不想来呀，看见你们俩的老脸，都快吐了。二人没想到我这个乖孙女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差点又过去：滚滚，你们娘俩滚出去！爷爷生龙活虎地跳起，我抓起，毫不客气，枕头打了过去。安静，老不死的！我的声音很大，震慑住了他们。病房钥匙安静，告诉一下，你们够儿子留下一个杂种。原本还想哭喊的奶奶立马笑呵呵上来，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你们够儿子出轨女高中生，那个小三现在怀孕了，医生说80%是男娃。真的，列祖列宗保佑啊！爷爷奶奶互相对视，抱在一起，喜极而泣。我跟老妈面无表情。是了，这人才是一家人，性格一定合拍。扔下最后一句话，我跟老妈片刻不想再待下去。那个小三就在隔壁，叫唐婉。闻言，奶奶跟爷爷猴急地跑出门，鞋子也没穿。老妈疑惑问：喂喂，你怎么知道唐婉怀孕了？嘿嘿，骗他们的。我妈笑了。我们都知道，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以奶奶爷爷渴望孙子的心，他们二老一定会用尽办法让唐婉怀上孩子。换句话说，唐婉再也逃不开许家了，成为许家媳妇是这个世界上惩罚唐婉最好的办法。而且唐婉他们也该还债了。我们离开医院时，夕阳已经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在城市的大街小巷。我跟老妈手挽着手，一路聊着小时候的趣事，心情格外轻松。然而，这份宁静并未持续太久。几天后，唐婉出院的消息传来，同时我们也得知，她被爷爷奶奶接到了家中。尽管早有预料，但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跟老妈还是忍不住相视一笑。唐婉这个曾经嚣张跋扈的小三，如今终于落入了我们的手掌心。我们并没有急着去找唐婉的麻烦，因为知道她现在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爷爷奶奶那种传统的封建家庭，对于唐婉这样的败坏家风的女人，肯定不会有什么好脸色，而且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让唐婉怀上孩子，以满足他们抱孙子的愿望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我们就听说爷爷奶奶开始四处求医问药，甚至还请了算命先生来家里做法事，祈求唐婉能顺利怀孕。这些消息传来时，我跟老妈都忍不住笑出声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唐婉在许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。她不仅要面对爷爷奶奶的冷眼和嘲讽，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和歧视。她曾经的朋友都离她而去，她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而我跟老妈则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。我们偶尔会提起唐婉的事情，但更多的是以一种看笑话的心态来看待她的遭遇。我们知道，这是她自己种下的恶果，如今只能自己品尝。然而，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对唐婉产生丝毫的同情，因为在她选择当小三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了她今天的结局。我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给她一个最后的打击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们得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：唐婉怀孕了。这个消息传来时，我跟老妈都忍不住欢呼起来。我们知道，这是唐婉应得的惩罚，也是她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付出的代价。随着唐婉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
他在许家的地位也越来越尴尬。爷爷奶奶虽然盼望孙子已久，但他们对于唐婉这个败坏家风的女人仍然心存芥蒂。他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冷落她，甚至在她面前提起老爸的种种好处，仿佛在提醒他自己所犯下的错误。而唐婉也变得越来越沉默和消沉，她开始怀念起曾经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。然而，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在唐婉怀孕8个月的时候，我跟老妈决定给她一个最后的打击。我们找到了一位私家侦探，搜集了唐婉所有的丑闻和证据，然后将其公之于众。这一举动彻底击垮了唐婉的心理防线，她终于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和社会的歧视，选择了离开这个城市。我们不知道她去了哪里，也不关心她的去向，因为我们知道她已经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在唐婉离开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跟老妈过上了更加平静和幸福的生活。我们开始尝试忘记过去的一切不愉快，开始享受生活的美好和宁静。然而，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唐婉的警惕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像她这样的人很可能会再次出现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跟老妈也逐渐走出了老爸去世的阴影。我们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，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我们知道，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和独立，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和困难。而唐婉的事情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：不要轻易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和幸福，因为最终受害的只会是自己。同时，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只有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。在我们重新开始的路上，我们遇到了许多新的朋友和伙伴，他们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和鼓励，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和美好。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欢乐和困难的时刻，共同成长和进步。最终，我跟老妈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和目标，我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，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人。而唐婉的事情也成为了我们人生中的一段插曲，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人和事，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，勇往直前，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至于唐婉，她或许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，也或许还在漂泊无依，但无论如何，他的过去已经成为了历史，我们也已经放下了对他的怨恨和敌意。我们只希望他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，过上平静而安稳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明白，每个人都有犯错和改过的机会，只要愿意去尝试和努力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